如果告诉你建造大水坝可以解决地球暖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别以为我在开玩笑哦，现在欧洲真的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大家好，我是林皮，欢迎来到林皮说故事，让我来跟你分享新鲜事。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要抽干地中海的亚特兰特罗帕计划。今天我会讲到的内容当中呢，包括了以下这3点。第一，什么是亚特兰特罗帕计划？第二呢，这个计划有什么具体内容？还有呢，这个计划会带来的挑战跟问题到底是什么？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差不多呢，在100年前的1920年代，有一个德国的建筑师，他提出了可能是历史上最疯狂的计划。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抽干地中海的海水。为什么这样疯狂的想法呢？要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要先了解19世纪德国人很常讨论的一个概念 Lebensraum， 也就是生存空间。意思就是呢，随着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该国的人民会需要更多的空间。这个概念被希特勒所注意到，因此造就了纳粹政权而掀起的第2次的世界大战。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赫曼·索格尔。1885年，索格尔出生在德国的雷根斯堡市。他是一个勇敢做梦的人。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索格尔在建筑领域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他的设计呢，以优雅跟实用性兼具而闻名。但是真的使他与众不同的，其实是他对于未来的愿景。他最雄心勃勃且非凡的计划，无疑就是亚特兰特罗帕计划。他跟希特勒很不同，索格尔呢并不是纳粹分子，他提出这样的大型计划，并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耀，而是为了促进欧洲的和平。因为呢，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个计划到底要怎么样可以促进和平呢？我等一下会讲到。亚特兰特罗帕计划是由2个字所组成的，分别是大西洋 Atlantic 跟欧洲 Europa。这个名称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亚特兰蒂斯，那个传说中消失在水下的城市。这个计划呢，简单来说，索格的目标是抽干地中海的海水，把海水排掉之后呢，就可以释出大量的土地，让欧洲人来定居，从而能够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地中海的面积大约是现代德国的8倍，也就是可以利用的面积而言，真的蛮大一块的。索格尔呢，不但想把大片的地中海土地变成肥沃的平原，他还规划了美丽的城镇跟交通网络，人们呢可以在这里自由的生活，不用担心空间不足。更美好的是，排除掉地中海的海水之后呢，欧洲跟非洲就连在一起了。欧洲人可以很轻易的前往非洲建造新的城市跟家园。这是殖民地吧？非洲人应该不会很喜欢。这个疯狂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呢？索格尔其实是受到了一个自然现象所启发。地中海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是，海面的水分蒸发的速度呢，是比河流水流入的速度还要快。如果呢不是因为地中海连接着大西洋，地中海的海水是会自然减少的。你以为这样的计划只是100年前人类的想象吗？没有，因为地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让欧洲不少人再度想到这样的计划。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合乎你的胃口，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这个是水都威尼斯真实遭遇的状况。海平面上升呢，不少地中海的城市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地中海沿岸有15个国家，59座城市，总人口呢超过1.5亿人。这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也是呢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强大的文明诞生地。但现在呢，这些地方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已经对地中海周围的港口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除此之外呢，地中海沿岸还有49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地点，像是呢亚历山大、迦太基跟希腊的德洛斯等。根据研究呢，有37个遗址可能会被百年洪水所淹没，42个遗址可能会受到海岸侵蚀的损害。
正因为如此呢，亚特兰特罗帕计划才又被人们给想起。我们来看一下地中海的地图，直布罗陀海峡呢是地中海跟大西洋的连接处，也有人说这里是欧洲跟非洲接吻的地方。这里呢只有一个13公里的缺口，而且分隔着2个大陆。索格尔的计划当中，第一步就是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坝来分开地中海跟大西洋。缺口只有13公里，听起来好像还好。中国的三峡大坝长度约 2.3 公里。而直布罗陀海峡的宽度大概是它的5倍。另外呢，直布罗陀海峡还有深度的问题，在某些地方达到900公尺深。世界上最深的桥梁是孟加拉的帕德玛大桥，深度也只有127公尺，而且那只是一座呢建在混凝土上的桥梁，并不像大坝一样要从上到下都要承受水的压力。即使呢有一些较浅的区域，从水面到海底仍然有300公尺深，直到现在呢，也只有少数的大坝超过了这样的高度。这些大坝呢，很巧的都在中国，包括了金平1号大坝跟努涅克大坝。你以为直布罗陀海峡盖水坝就好了吗？没有，这只是第一步。接着呢，索格尔还打算在达达尼尔海峡建造另一座大坝，目的呢是将地中海跟黑海给分开。相较于直布罗陀海峡的大坝，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只要横跨一个超过1公里的距离，在隔离地中海之后呢，他还想在西西里岛跟突尼西亚中间再建造一座大坝，将这个巨大的海域呢分成2个部分。因为西西里岛跟突尼西亚之间的距离呢是超过了150公里，索格尔计划利用这座大坝，使地中海的2半的水位下降到不同的程度。他希望看到西半部分的水位下降100公尺，而东半部的水位则是下降2倍多。索格尔对亚特兰特罗帕的宏大愿景，并非只是一场白日梦哦。这些巨大的水坝不仅仅可以抽干地中海的海水，让土地来浮出水面，它也涉及到用地中海的潜力来发电跟促进交通。根据一些简单的估算，刚刚提到的中国三峡大坝在2021年的时候呢，它的发电量是超过了1030亿千瓦，而直布罗陀海峡的大坝宽度是它的5倍，也就是说呢，发电量至少有1030亿千瓦乘以5，也就是5150亿千瓦。这样的电力呢，足够供给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阿尔及利亚、希腊、以色列跟丹麦。有了这样的发电量呢，索格尔还建议整个欧洲大陆应该连成一个大型的供电网。如果说有任何的国家想要尝试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只要关闭电力的供应，直到这个国家投降为止。这就是刚刚说的索格尔希望可以拿来促进和平的方案。他还希望在意大利跟埃及这些地方呢，建设一套运河系统，因为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威尼斯跟开罗将不再成为靠海的城市，也就是说呢，会完全切断他们所依赖的海上贸易。所以呢，需要一个运河网路来连接这些地方。索格尔的计划还确保这些船只要能够达到这些重要的目的地。除了刚刚讲到呢，目前人类的工程技术还没办法执行这个计划之外呢，就算我们真的可以投入这样的工程技术，资本的投入跟可能的人员伤亡将会是另外一个挑战。我们拿巴拿马运河的历史来看，这条运河呢，总共花了33年才建造完成，而且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其中呢，还包括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他也曾经主导过运河的建造设计。然后呢，他也失败了。这些失败的尝试当中呢，大约有80万投资人损失了他们毕生的积蓄。等到运河开通的时候呢，已经有27000名的工人丧生。还有呢，地中海海平面的降低一定也会破坏海洋的生态，甚至可能会改变当地的气候，并且呢，在全世界引发不可预见的后果。同样呢，栖息地在地中海的野生生物也将被迫迁移。海平面的降低呢，将会破坏海洋的生态系统，迫使许多物种呢必须要适应新的环境，甚至它面临灭绝的问题。协调保护跟重新安置这些物种的努力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例如呢，海洋中的生态问题，地中海跟大西洋实际上是一个共享的生态系统。
每年有数百个物种呢的生物要进出其间。例如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蓝鳍尾鱼，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黑尾鱼。黑尾鱼群呢，每年会洄游到地中海，然后呢，虎鲸会跟随着黑尾鱼群进行猎食。在公元2000年初期，黑尾鱼由于过度的捕捞，数量呢是急剧的下降。于是呢，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法令来管制，包括5年期的捕捞配额限制，才让黑尾鱼的数量可以慢慢的回升。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而最近几年来呢，配额有些许的放宽，但是如果大坝真的建了起来，很有可能会直接导致黑尾鱼的灭绝。因为呢，这些挑战，当代的建筑师跟土木工程师开始呢思考索格尔的想法，因而他们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也就是呢用一系列的大坝来阻挡直布罗陀海峡，而不是像索格尔最初提出的单一大坝。这些大坝的组成呢，就像阶梯或梯田一样，将大西洋的海水呢切割成一块一块可以受控制的小区间。这样呢，大坝所承受的压力会小得很多，而倒塌的风险也会因此而降低。然而呢，这个想法仍然是一个执行难度非常高的想法。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可能可行的，因为荷兰曾经利用大规模的大坝跟堤坝系统，成功的从北海中开垦了一块土地。这个工程虽然远远不如亚特兰特罗帕那么雄心壮志，但仍然是人类在工程学上的伟大成就。索格的计划听起来像是天马行空，但人类一向都是因为有梦想而伟大。就是这些超越人类能力的想法，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你说是不是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我是林 P， 下回再跟你分享新鲜事，我们再会。